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个语音转写工具 Whisper。这个工具呢，它提供两个主要的功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多语言的音频或者视频，它可以生成原语言的字幕文件。第二个功能呢，它支持原语言的，比如说它是英语，它就可以直接变成英语的字幕。但是如果它是中文，或者是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，它仍然可以支持语音直接到英语的字幕的生成的这个功能。但是它有一点呢，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它不支持文本直接翻译成英文，就是它不可以像谷歌翻译那样去工作。然后这个项目地址是在 GitHub 上，开源在 GitHub 上，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可以直接上面去看一下 GitHub， 我们随后也会去上面介绍一下。这个工具的功能呢，它有一些优点。第一个是这个模型目前是开源的，而且是 MIT 证书，支持二次开发和商用。第二呢，它是可以本地运行跑这个模型，而且不需要上传文件到任何地方这个是非常有助于保护隐私的。第二，它是使用 PyTorch 开发的模型可以使用 GPU 加速和 CPU 多线程。第四呢，就是它有5个不同量级的模型可以使用，而且呢，它这里面有一个点需要关注一下，就是不同模型的这个英语模型它是准确率是无显著性差异的，所以说也就意味着用那个小的模型，因为它比较小嘛，参数也比较少，这样计算会快一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项技术的应用场景有哪些，这是我简单想了一下，比如说这个视频或录音，其实它本质来说都是直接去转它那个里面的这个音频嘛，就做成这个字幕的生成。首先是会议记录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是经常有开会，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语言。如果是国际化的公司的话，你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语言，对吧？最通用的是英语然后另外就是中文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景下，其实它一个工具都可以搞得定。另外就个人视频制作的时候，去生成字幕，比如说 YouTube、哔哩哔哩或者一些其他的平台，如果你需要使用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。另外就是课堂记录转写，大学生经常性需要整理一些笔记，有时候上课停下来，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录音，但是那种精度非常高的这种转写软件呢，其实是非常少见的。Whisper 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。另外就通话记录的转写，这个比如说一些做生意的或者一些公司有这样业务记录要求，但是由于它那个原来的音频是没办法直接搜索里面什么内容的，你要挨个去听的话，其实非常浪费时间。如果自己手动打标签的话，那要写很多东西也是挺耗费时间的。所以有这样的 Whisper 转化成文本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放进数据库里面去搜索了。另外字幕组，对吧？对于字幕组的话，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，就直接去转写他们所有的视频，甚至上面需要制作一些标准的字幕，这个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翻译版本，然后再去校正一下。另外，由于对于这个英文的那个转译效果是最好的，所以它那个最小那个模型呢，就是速度是比较快的。所以我看是有人在做，就是这个实时的语音翻译，甚至转译都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，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项目的这个 GitHub。首先它这里有一些简单的介绍，我这里有一些要点，我觉得可以提及一下。比如说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，对原文章感兴趣的，建议直接去看一下它原来这个 paper， 它里面包含的内容还是比较详细的，而且还蛮有意思的这篇文章。总的来说，这篇文章它还是用了 Transformer。总结来说的话，它还是用 Supervised Learning， 用了打了标签的语音数据，然后去训练出来的。当然它架构进行重新设计了，所以说它这个得到了就是比较好的结果，而且它的输入的语料也是非常巨大的。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操作系统，去按照这个直接去terminal 里面去跑一下这个命令，就可以很容易把这个工具给装上。我建议是直接用 Python 去跑一下，其实还是蛮简单的。
另外着重需要介绍一下就是它不同模型的之间的区别，大概就是说它这个 tiny 到 large， 第二行就是这个参数的数量，这个 min 应该是100万。English only model 这个就是它可能体积会更小一点，当然 tiny 是最小的，然后加点 en， 这在我们后面如果你要只是转译英文的这个语音的时候，这个应该是优先选的，这个可能是最快的。然后这就是不同多语言的语言模型的这个 level 叫什么名字？它需要不同的，它需要的这个应该其实也是随机内存，也是虚拟内存的一种吧。就当然，如果是模型越大，它需要的内存运行的内存也是比较大的。这是相对速度。如果 large 是1秒的话，那用它如果不对，如果是用 tiny 是1秒的话，那用 large 应该是32秒，大概这是相对速度的对比。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它这个准确率，准确率的话，它这个是平均错误率，这个 FLIRS， 我查了一下，这应该是谷歌的一个就是语料库，就是语音转和文本有对照的一个数据集。然后在上面去测试的情况下的话，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错误率最低的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，其次就是英语。中文的话相对来说会差一点，大概是错误率是有14.7%，但实际使用情况下的话，其实它准确率还是比较理想的，应该是比这略高一点，在中文这一块。然后这边的主要是介绍一些，就是说你直接在 Python 的 terminal 里面去运行这个工具的一些基本参数的介绍，后面我也会去在命令行里面再跑一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那如果你有批量化的这个转译需求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在 Python 的写一个 Python 的脚本，直接去操作。这里给出了一些例子。那现在我们到这个命令行里面来看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比如说，先看一下这个 Whisper 它的这个帮助，我来看一眼。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参数是比较重要的。第一个其实就是如何去使用在这儿，对吧？首先就是说你要选用哪个模型，然后另外就是你是哪一个语言，还有这里就是默认是可以不选语言的。如果你是默认没有打指定语言的话，它会自动去检测，取前面的几秒，然后去检测完什么语言之后呢，它会自动去识别，然后给你转译成相应的语言的这个字幕。但是它有个问题，比如说你说的是中文，它可能给你转出来是繁体，所以你一定要指定一下。中文的话在这里应该是 ZH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语言的详细的目录在哪儿，基本上可以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去找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在这儿，对吧？你点一下这个，可以去看一下它详细的这个语言和它的简写的对应关系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去用了。然后另外就是 temperature。这个可以用来就是如果你电脑怕热的话，就是功率电脑比如说笔记本的话，一般不用考虑这一项嘛，反正我没有设置过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model 的选择，对吧？如果你只是英文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用 tiny.en。如果它默认的选项是这个 small， 它支持多语言的，我觉得基础的这个 small 基本上就够用了，而且它转译速度其实并没有很快。如果你有GPU 的话，你就在这里要打上你的设备名称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默认的话就是 CPU， 其实你可以不用写这一项。另外还有比较重要就是这个 task 这一项的话，它就是默认的话，它是 transcribe 的话就是它直接就是原语言直接到原语言的这个文本。translate 的话，如果它原语言不是英语的话，比如说你说的是中文，转译出来的结果它就是英文。而且这个是根据它的模型的话，你选的模型的不同，它是精度是有比较大的显著性差异的。比如说你选个 tiny 的，可能翻译出来甚至都是错的，但如果你选 large 那个 model 的话，它可能就是说比较精准，而且那个语法都完全不一样，都差别挺大的。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要做这种转译的话，还是建议选择 large 那个大的模型。
其他的我再看一眼，好像另外还有个比较重要就是这个 thread 选项。这个 thread 就是说你有多个线程去用 CPU 去跑，当然越多越快了。看你电脑的配置，你数一下电脑有多少核。比如说这台电脑是4核8线程，对吧？我就选的线程8。比如说刚刚我之前有个预录的视频，大概就这样。默认的话就是输入这个这个视频的路径，对吧？我这直接放在子目录下面的，所以说直接就在这儿了。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选择语言的话，我指定成中文，不然的话它翻译出来是繁体，会有点问题。然后指定的是thread 是8条，就加快一点速度。然后没有指定模型的话，默认就是那个 small 的模型。然后如果你 enter 出来的话，就开始去转译。当然它需要时间是比较多，因为电脑也会比较热。希望就是你可以用一台比较好一点的电脑去转译，然后它会一行一行打印出来结果。这里先暂停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转译出来结果吧。这转译出来会有这个3个文件，对吧？一个是 SRT，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就可以直接加载进你的播放器，或者是 YouTube， 或者是就是你的直接这些视频官网直接给传这个文件做成字幕的。但上传之前呢，你一定要人工校正一下就看它有没有翻译错误呀、发音不标准呀，导致的一些错误，可以在这里去修改。然后另外它也支持其他2个文本，就是这个是 text，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句一句的，直接就是没有时间戳的。另外这个 VTT 是也是类似的一个带时间标的、带时间戳的一个字幕文件。当然它跟这个SRT 是有点区别， SRT 是带多了一个数字，本质上其实它们没有太多区别。你看你需要哪种格式直接用就可以了。然后大概介绍就这样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、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谢谢大家。